阿姨，您在香港是做什么生意的呀？我好像从来没有听白宇提起过您的工作，他只是说您一直都挺忙的。想跟我学做生意？只是想多了解您一点。我刚到香港那几年，地产、股票，什么都投一些，运气比较好，挣了一些钱。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情。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照顾你，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。进。邱家好，我是检察官助理林兰。我不是你姐，别叫我姐，我叫邱丽琴，你叫我邱检察官。哦，很高兴啊。制服呢？哦，我刚才不小心把咖啡洒衣服上了，拿去洗了。我不管什么理由，马上换。可我没有备用啊，自己想办法。哦，换完衣服我马上去找老钟，他找你有事儿。好，邱检察官。那我先去找老钟。这是公安同步给我们的赵家父子询问笔录。他们父子二人承认，宋白宇的确去过，是他只顾着忙生意了，根本没有注意宋白宇被通缉。否则的话，宋白宇去，他会第一时间报案。这询问笔录我看了，逻辑过于严谨，我个人认为有问题。而且当时宋白宇和秦秀文已经全程通缉，这宋白宇就是他们家的法律顾问。你说赵东成要是一点消息都没听到，实在是太牵强了。袁浩，哎，宋白宇之前有没有跟你讲过，就是他跟赵家父子除了工作之外的一些关系啊、细节什么的？还真没有。我只知道他为东汉集团工作，是不是只有这一层关系，不好说。这个案子呢，牵扯股评案，所以咱们提前介入，跟公安联合办案。明天呢，我会和公安一起去赵家进行勘查。袁浩，哎，你的身体啊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明天你就在办公室做场外技术辅助。林兰，明天你也去。没问题啊。新官上任，换岗后第一次出任务，别冒进啊！哎呀，老钟，怎么那么不放心我？你要相信年轻同志。这样，袁浩，虽然你是在家作为场外技术辅助，你盯着他点儿，啊，你有什么问题，跟远浩随时沟通，好吗？那就这么定了，去吧。好嘞。师姐，啊，恭喜，换岗后第一次来指导工作，必须的。加油！这一层除了赵总的书房卧室，还有小赵总的卧室，剩下几个房间平时基本都没人去，但是每天都会打扫。那有不常打扫的房间吗？顶头那个房间是赵总的储藏室，除了赵总在的时候才能进去打扫。最近他工作很忙，已经很久没人打扫了。
请帮我们开上门。好的。手套手电。怎么了？这个门被撬开过。里面保险柜撬开了。你们赶紧查一下这附近的鞋印和脚印。好的。怎么样，顺利吗？袁浩，赵家有个门被撬开了，而且这里用的是电子锁，被撬开之后并没有报警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你帮我看看。这柜门侧面有明显的撬锁痕迹，从左面的压痕到右面的撬痕的方向来看，这人的惯用手应该是右手。你再仔细看一下这个痕迹。这正常人的右手力量比左手力量大多了，这压力应该集中在前面，但是从痕迹上来看，现在压力集中在后面，这说明这个人的右手力量很弱，要么是伤，要么是残疾。看来我的想法没错。你再看一下电子锁这边，这撬痕是扁条形的，而且边缘有棱角。你再往前推点。好，可以。这个压痕和柜角的面积接触比较小，顶部还有尖锐的划痕。这用的工具应该是长条形的撬杠，而不是柱形撬杠。作案人准备得很充分，看来有可能是惯犯。这锁的外面没有什么明显的破坏痕迹，得拿到实验室进一步看一下有没有外力开锁的情况。那辛苦了，先挂了。行，没事儿，有什么事儿你再给我打，好吧？爽，作案人有可能右手有伤，而且可能是个惯犯，对周边环境应该挺了解的。肯定是惯犯。你看，保险柜的指纹被擦掉了，并且保险柜也没有破坏性的痕迹。看来先查赵家人吧，可能是内贼。我想到一个人，我们小区物业有一个绿化工人，前阵一直在我们后院转悠，他拿工具的姿势特别奇怪，总是用胳膊肘挎着桶。我去物业了解一下。好。我们先去物业找人，有什么进展了，我及时通知你。好嘞。来，坐。你喝多了。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怎么样？他对我还有戒心。有过程。反正很快我们就要送他走了。你找我来有事儿吗？有个叫林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怎么了？那个案子，他女儿还在查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问问在家，我不放心。白宇走那天，家里见过一个贼，这事儿可不是个好兆头。你会有办法的。
来活了。经过公安的调查走访之后呢，这个赵家别墅的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锁定了。这人叫刘栋，他是金海湾的绿化工人，那是他的资料，你赶快熟悉一下。那太好了，说不定他看到什么了。你说这些都没用，公安已经讯问过他了。这人油腔滑调的，他拒不承认盗窃。刚好那天别墅的工作人员也都放假，家里只有赵氏父子2个人，他们没听见任何动静，也不知道有入室盗窃。那这件事情有点棘手了。所以现在这个案子由咱们组负责跟进，我来负责。我已经跟老钟打过招呼了，你赶紧熟悉一下案子，然后跟上节奏。邱检察官，这是我来的第1个案子，保证不让你失望。有那时间喊口号，你不如多干点活。好嘞。刘栋，这些东西认识吗？不认识。这些都是在你家搜出来的，解释一下来源。我忘了。忘了？4根金条怎么来的你都能忘？应该是我打工赚来的吧。这4根金条总价值200多万，你1个月工资才3000多块钱，你赚的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忘了。那我们就在这儿陪你，直到你想起来为止。警官，管饭吗？你的资料我都看过，刘栋，你也是有前科的人，规矩应该都懂。这些东西都是你从金海湾别墅偷出来的赃物。你们既然都知道了，还问我干嘛？诚心啊？啊？你都到这份上了，就别在这儿绕了。那又怎么样啊？来呀，打我！来呀，打我呀！好家伙呀，这刘栋滚到肉呀！有证据就不怕他不认罪。18岁就因为盗窃入狱了，这已经是不知道多少回了，怪不得这么豪横。唉，老江湖了。他以前啊就是小偷小摸，每次判个几个月、1年的就出来。公安估算了一下，这次刘栋盗窃的金额大概在200多万。现在刘栋是以盗窃罪被逮捕，看来公安并没有怀疑他跟其他的案子有关。你是说宋白宇的死？对啊，为什么偏偏是宋白宇去的时候他去盗窃？报告领导，我觉得越是巧合越不能轻易放过。这样吧，我明天带你去现场复勘。如果你能找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刘栋和宋白宇有过接触，你就马上上报老钟。这个刘栋有一个5岁的女儿叫潇潇，她上一次盗窃入狱是7年前，后来刑满出狱，结婚生女，四处打工，就没有再犯过罪了。你再往下看看。他女儿有白血病。贫穷和弱势也不是犯罪的借口。送我去趟医院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有，不是我，我要去看个小女孩，工作需要。你自己去呗，不是有摩托车吗？我去看人不得买点东西啊？买东西我放哪儿？头盔里啊？不行吗？自己打车去吧，我还忙着呢。这刚才吧，叔叔给我发了条微信，我就在想吧，下一周要不然请叔叔到我们家，我专门给他做顿饭吃。那你买完东西，是不是还得搬上楼啊？嗯，我来。孺子可教，走吧。
潇潇，你看谁来看你了？潇潇，护士姐姐，他们是谁啊？是检察院的叔叔和阿姨啊。检察院？护士姐姐，检察院是什么意思呀？潇潇，我们是你爸爸。是你爸爸的朋友。对，我们给你带了很多好吃的，你看。可是我爸爸说过，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啊。可我们是你爸爸的朋友啊，而且你爸爸知道我们来看你，专门让我们买的。好的。给。好吃吗？好吃，我要留给爸爸吃。叔叔阿姨，你们知道爸爸去哪儿了吗？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潇潇，是这样，你爸爸呢，他去工作了，所以啊，你要乖乖听护士姐姐的话。这2天啊，我们会经常来看你的，好吗？那我爸爸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你爸爸，等你病好出院的时候，他就回来了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拉钩。好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变了是什么？小狗。真乖，快吃吧。不行，我要留给爸爸吃。那你吃别的？不行，其他都要留给爸爸吃。我去。林远浩，林远浩，你转钱干什么呀？给我装不在是吧？林远浩，你别走了，我看到你了。你再不过来，我把窗户给你砸了。你要干嘛呀？你转我钱干嘛呀？这小小的治疗费算我一份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去给他交费用了呀？你离开病房的时候，那眼睛四处瞄，像打了什么主意似的。你说是去买水，直接就往那交费大厅跑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林老师果然目光如炬。我说你这人真逗啊！做个好事儿，为什么偷偷摸摸的呀？那还不是怕你叨叨我，说我又不符合规矩。像你以前总是那么铁面无私。这法律是有温度的，而且我是个人。再说，这也不算违规啊。哎，我今天看卷宗了。自从潇潇得病了之后，刘栋的前妻就抛下他们2个人跑了。后来刘栋就一边打工，一边到处借钱给潇潇看病。我觉得吧，刘栋他可能不是个好人，但他一定是个好爸爸。所以说，这法律不仅仅是保护弱者，而是每一个人。如果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以违反法律作为代价来获得帮助，那对那些遵守法律的人就太不公平了。这个道理我懂，弱势不是违法的借口。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你去帮助潇潇，不仅仅是因为他可怜，而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么做了，就能帮助刘栋，让他忏悔。说的挺好的。不过我做好事儿，你为什么要插一脚呀？林技术员，我知道你家有矿，可惜我现在工资比你高。你别太嚣张了，注意分寸好吗？检察官助理。行吧，这钱我收下了，好事算你一份。
那能睡觉了吗？嗯，晚安。爸，回来了。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情况怎么样？哦，销售额特别好。我问的不是这个。你是说公安局找我的事儿？嗯，他们就是问了我一些关于咱们家进贼的事儿，都是些常规问题，好像是抓了一个什么绿化工人，但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。就这些。爸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我还不清楚吗？希望吧。爸，你相信我，我能力又不差。你说这要是换的是宋白宇，你会这么担心他吗？对不起，爸，我记住，多说多错，不要有任何多余的动作。早点上楼休息吧，明天你不是还有一个商务活动吗？嗯。爸，你原谅我了吧？老钟，李队，来了，来复勘现场了。今儿够热闹啊！哎，远浩呢？他有点不太舒服，我让他去医院了。又不舒服？没事儿，行了，来就干活吧。我院里还有个会，你们先忙着吧。好，好，走吧。走了。我们对别墅周边进行了排查，基本上可以确定，嫌疑人就是从这个位置顺着这棵树进入到别墅实施盗窃的。我们现在对阳台上的指纹和鞋印进行对比，已经确定这个嫌疑人就是刘栋。看一下这个，哎呀，这下面都是监控，而且这监控还是对着大门口。刘栋能有恃无恐地从这儿爬上来，就证明他应该知道赵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在，而且他也知道这个监控和报警器都已经关闭了。那就对得上了。然后他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撬开保险柜。没错，刘栋作为绿化人员，提前隐藏起来，等员工全部都撤离以后，进入别墅实施盗窃。邱检察官，嗯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刘栋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进行盗窃，那个时候正好宋白宇来到赵家，就算他看不见什么，但很有可能他能听见什么。嗯，这是一个合理推断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等刘栋的口供。好。刘栋，我是你案件的公诉人，今天来找你核实案件经过，请你如实回答。你们公诉人讯问，不就是走过场吗？我懂。我的案卷，公安那儿都有，你抄一份，我签字不就完了吗？多省事儿啊！右手受过伤啊？以前打架，让人砍的。刘栋，在别人的眼里，你可能是个贼，但在潇潇的眼里，你只是他爸爸。他真的很乖。我去医院看过潇潇了，给他买了零食。他说，好久没有见到爸爸了，我要留给爸爸。你有个好闺女，
自从我女儿查出了这个病，根本负担不起这个医药费，我得想办法去弄钱，救我女儿。潇潇，咱们该去打针啦。姐姐，我不想打针，我想找爸爸。爸爸去工作了，咱们先让毛毛陪着你，好不好？嗯，来，我们下来穿鞋。我承认，我是个失败的父亲，更对不起潇潇。可是我没办法呀。这点你别担心了。截止到现在，潇潇的医疗费我都已经垫上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想问什么？问吧。你为什么选择赵家别墅？我在金海物业打工，院里的环境我比较熟悉。那栋别墅呢，经常的没什么人。我想，就算偷了什么，哎，即便把我逮着了，我把东西一出手，我女儿治病的钱我就交上了。说一下你那天的作案经过吧。那天，物业的管家，还有各家的保姆，哎，突然就被叫走了，连监控也关了。我就寻思着，这是一好机会。下午的时候呢，我就藏在院里，等了天黑了，我就按事先踩好的点儿，到了他们家2楼的楼下。一切还都算顺利。等我办完了事儿，我刚要走，我听见那个就叽里咣啷、叽里咣啷的声音，就好像是从那个楼梯上啊，就滚来什么东西似的，差点给我吓死。听着像什么呀？这我还真不敢胡说。那后来呢？你怎么离开的？过了一会儿，我就听着没什么动静了，我就出来了。你走的时候看见什么了吗？或者说你听见赵家有什么动静吗？别着急，仔细想想。哦，我还真想起来了。我从这2楼露台的墙上啊，刚想往下翻的时候，哎，我看见一女的，挺年轻的，金色的头发。后来呢，她就上了一车，一会儿那车就开走了。金头发，那你能形容一下她的体貌特征吗？就或者说给你照片，你能认出她吗？这个真不行。车呢？车什么样子？什么颜色还记得吗？天儿那么黑，我又害怕。好像是一辆黑色的轿车，别的真没什么印象了，领导。刘栋说，他听到那天晚上有重物坠下楼梯，他觉得好像是人。公安已经检测了赵家楼梯的地毯，地毯虽然被清洁过，但还是发现了一些残留血渍。江宁已经把地毯拿去做 DNA 检测了。小何呢？别提了，宋白宇去赵家当天，整个小区的监控都被人关掉了，没有任何影像资料。根据刘栋的回忆，当天有个金发的女性开车从赵家离开，可之前公安询问赵瑞父子时，赵瑞没有提过这件事情。你能确定她是个女的吗？
确定不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刘栋的这份口供也不能判定是真假。那我给你们一个新线索：李双队长找过物业，物业说是赵瑞让他们关的监控，所以他说谎。所以李双队长准备对赵家父子进行2次询问。我们现在只能等公安的结果。来，钟处，哎，结果出来了。赵家地毯的血迹分析报告出来了 ，DNA 检测结果是宋白宇。妥了，这回基本锁定了，马上同步给头队。好。爸，公安局那帮人又来了，要咱们过去配合调查。害怕了？如果你害怕的话，就不要半夜出去鬼混。上次他们拿走地毯，我就知道还会再来。李警官，今天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？赵先生，我们今天叫你来呢，是有几个事儿，想跟你核实一下。配合警方调查，应该的。 12月27日当晚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金发大波浪的女人？没有。我们之前问过你，你说你完全不知道有人进过你家。对啊。那个非法的入侵你家的嫌疑人，在口供里面声称，当天晚上他亲眼看到一个金发女人从你家别墅开车离开。警察同志，他是个嫌疑人，而且他还是个小偷。 那么他说的话你们能信吗？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，我爸也可以作证。当天宋白宇打电话说要到家里来，见面之后呢，他说他要马上离开韩江，需要一笔钱。我知道他当时正在被警方通缉，所以我就严词拒绝了。但是考虑到他在我身边做了那么多年，我就跟他说，希望他来找警方自首，同时我答应他。 要给他找一个最好的律师来帮助他。给犯罪的律师找一个最好的律师。赵先生，您是真懂法呀，啊？涂队长，你也觉得特别讽刺是吧？你跟宋白宇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？过节倒谈不上，他就是个打工的，工作能力不太行。我之前问过你，你们的回复是。 宋白宇去别墅那天晚上，只是聊工作而已。我之前呢，因为那个环保案陷入了一些麻烦，当时我就对宋白宇的能力产生了怀疑。他当时就翻脸了，说如果我不给他这些钱的话，他就把集团里边那些商业贷款的文件公布出去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那天居然跑到我家里来要挟我跟我爸。 这些文件会被我的商业对手利用，董成就急了，跟他吵了几句。不过还好我们事先有所防备，所以我们也不怕他，当场我们就拒绝了他。这种人，我可不敢得罪，我就让董成送他离开。不对吧？这时候人就走了，那血迹什么时候留下的？我们在你家别墅的地毯上发现了血迹，这个血迹来自于宋白宇。 如果只是谈工作的话，你怎么解释？为什么地毯上会有宋白宇的血迹？董成不成熟，是我打的。宋白宇。 当时非常的狂躁，说急了以后，他就开始砸家里边的东西。你要知道，他1米9几的个子，
家里面救我。哎，赵先生，咱们说重点，你就说这个血迹是怎么回事？我让东城送他离开，他动手了，东城也还手，两个人推搡了起来。东城一拳打在他的脸上，他从楼梯上面滚下去。我听到动静嘛，就过来查看。东城嘴角受伤了，宋白宇鼻子也出了一些血。我生气啊！他宋白宇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凭什么过来威胁我跟我爸？我当时生气，所以我就打了他一拳。我就是要告诉他，不要痴心妄想，做这种蚂蚁想撼动大树的事情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他当时正好就站在楼梯口，一不小心就滚了下去。他从楼梯上摔下去的。他当时情况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啊，过了一会儿就站起来，我就让他滚了。按照你说的，宋白宇是掌握了你们集团的商业机密，去要挟你们。他既没有拿到钱，还让你给打了一顿。结果他什么也没有说，也没有反抗就走了。那不然呢？他还能做什么呢？白宇，儿子，白宇，没事吧？记得把钱打给我。你待着吧。白宇。记住，我怎么教你的，你就怎么说。黑夜是向更深的彼岸，扬起的迷雾模糊了边界，心是静默如谜的深渊，选择光明就勇敢刺破黑暗，谎言试着取代了答案，再汹涌的浪吞噬不了光线，心是等它在风暴里沉潜，身为光明就义无反顾的耀眼，在黑暗里站成一道闪电，短暂的挣扎，寂静无声的世界，照亮每一次未知的冒险，哪怕只有一个瞬间。
更深的彼岸，冲破了迷雾，真相在眼前。